那么，等到你长大之后，打算做什么呢？人在社会上总会有不同的身份阶段，比如你现在是学生，以后也会有别的阶段。很有趣的主意啊，永远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没，怎样都好，只是大概你未来的雇主要头疼了，碰上你这样的不稳定因素，招聘成本有点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次看过的画展。流浪倒是大可不必，你可以先打基础，试试看愿不愿意往这个方向发展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倾向的细分方向。艺术是不该被单独分类的，这仿佛是说艺术有某种准入资格，只有特定题材和风格才能成为艺术。但艺术本来就是内心情感的表达，自从人类的祖先从岩洞里抹出最初的色彩，哪怕再简单，也没人能否认这是最初的艺术。至于其他的分类，现在你的分类还是过于粗略，如果你学上2个月，就不会只有这么狭窄的2个选项了。有干劲儿是好事，不过有件事你要想清楚。你是想学画画，还是想做跟某人一样赫赫有名的画家？如果是想学画画的话，几乎是离出名最远、性价比最低的一条道路。你打算换无数个不同工作的想法，已经抛下了吗？那试试吧。毕竟你还年轻，年轻就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。年轻是一种资产，意味着你拥有更多的未来。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改写你的未来。埃莫尔德先生，您这是？只是来看看，不会打扰吧？